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宗郑元畅，欢迎来到郑元畅之不专业厨房全新第2季第1集。我们今天第1集邀请我们最重量级的大来宾郑志球。第一 job， 可以帮我调个画面？我那时候是比这样还是这样吗？因为我想随便，我想要复制啊。随便。你现在说调那个画面，观众会不知道我们在说的那个画面是什么意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郑元畅之不专业厨房第2季。我们今天第2季的第1集呢，特别迎来我们史上最大咖的重量级嘉宾郑志球。跟观众解释一下呢，就是我说先喝一口啊，干了。这个很急，这连我都想喝了。我们为什么这么频繁的见面？是因为我们上次录的呢，全部都不能用，所以我们等于是重新录制一次。鼓掌！没事，消灾。不过有个前提，就是希望你就是把上一期的那些经验，美妙的经验都暂时的忘掉。那 OK， 我以为你叫我学到一个东西记得哦，好，因为如果我们要再复制上一集的内容的话，我觉得会就是我们的节目宗旨的核心意义，就最随性自然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会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全新的内容，全新的菜单，全新的内容，但还是一样的人。对，所以经过上一次我们的那个第1次的磨合之后呢，我想要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节奏。请说。因为毕竟我们邀请到你自己也有一个你自己的频道嘛，对。然后我邀请到了就是我们频道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，跟我们同性质，因为你自己在做了一个节目，算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了解这个系列的单元，就是在谈话性，非常有寓教于乐、很知性的节目，刚好跟我们的节目是对打。所以我们想要就是把你的知性形象在我们的节目彻底的拉垮以后，就是击败主要敌人，就是可以战胜就是可以让自己更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单元呢，我们这一集为了你特别设计，就是因为第2季嘛，所以我们特别为你设计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就是要拉垮你的厨艺。玩这个系列叫郑元畅之不专业之不可能。不正常跟不正经好的单元，我本来以为你要说，就是我来这个节目，然后就是把我的这个知性面也带过来。哦，但是是反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已经很习惯很知性的内容了，他希望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。好，也行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这一面也是很精彩的。你说疯狂的一面吗？不是疯狂，就是我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。我最近在看一个比较老的剧，希望大家不要笑我。就是我在看1988啊，干了。对。不好意思，不要笑我。干什么啊？我需要跟你重申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传统，优良传统就是第1杯是要干杯的。但我知道你的酒量呢，你就是慢慢喝，我干杯就好。好，我慢慢的把它喝完，好不好？我允许你今天从头到尾只喝这1杯。大家应该不会想要看到我在这边晕厥。好，他为什么酒量不行？为什么不能喝酒？请看上一集。啊，稍微字幕过一下好了。不是啦，我告诉你，上一集的内容完全不能用，是因为有一集的那个卡声音啦，完全死掉，然后刚好我们整集的声音都在那张卡里面。对，所以就是整集报废。我们只有那些画面可以用。我先讲完刚刚的事，我刚刚没讲完。我说我不能讲说我是有疯狂的一面，我有非常掉漆的一面。就是说我在看那个《请回答1988》嘛，里面有一个那个围棋天才，然后他就是从小围棋是超强，然后世界各地这样到处征战都是很好的成绩，但是就是他生活上就有点白痴，因为他把所有事情心思都放在围棋，所以他可能围棋智商180，然后生活智商可能60，或是0。对，我略有不敢，因为我不是天才啦，但我太小出道，所以我略有这种
状况，就是我的生活很多时候是别人觉得说。啊，请调上一集我主动脱肉的画面，就是但没有声音哦，没有声音，但就是我会有那种，就是我看起来，就是如果你跟我见面，你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是很知道自己每个步骤应该怎么做，然后是让人放心的，然后形象可能很多人会说我知性，他说我知性，就是那种有一种专业感，可是我在生活上有时候是非常掉漆。你看我衣服的时候1-2个礼拜才洗一次，就是我没有那么的样样专精，不是。衣服1-2个礼拜洗一次，不是掉漆，不是生活白痴，是懒惰，是纯粹的懒惰，好吗？我们其实就是那种，不是我们不会做，也不是我们做不好，是我们没有在用心。就我们用心，等到我们用心，连我们自己都会害怕。对，你们等下就会看到啦。就是我也会有很多很辣惨，然后会觉得说，天哪，你怎么会做这样那种没脑的事情？那你知道今天这一道世界名菜一定会掉漆辣惨，真的非常严重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不正经、不负责任。今天绝对不正经。这道菜真的是天方夜谭。我甚至觉得我们要做出这个形状很难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世界名菜就是噔噔法式马卡龙。不用太，一起有高呀，感觉会很瞎。有高呀。不是因为我们上次做那个东坡肉最丑就那样，这个会怎样我都不知道哎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呢不可能成功，因为你真的不可能成功的、这感觉超难的。我同事他已经找网络上已经算是最简单步骤了，是，因为这个真的是算甜点中的功夫菜，对不对？对，又是一个猪肉菜。对，好，我们只能这样子啦。反正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们有一点默契了这次。不好说。哎，我们出道到现在，我们竟然，对，这也值得再聊一次。我们竟然是第一次无神的时候才合作，而且你知道我跟你合作的时候，跟你搭戏的时候超少的。对。所以出道了30年，请问姐，没有这30年你都在干嘛？这30年你都在干嘛？我才33岁。我知道在30年前你是用 Sweetie 少女团体组合出道的。您呢？您是怎么出道的啊？我是拍了《蔷薇之恋》出道的。的第一部是吧？是。所以你一开始你说你是14岁。14岁。对，我不是想要当演员的，我是想当歌手。对，但是其实现在想一想，当时的想法也蛮单纯，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好胜。所以你是小时候你跟演员是怎么认识？为什么会组在一起？就是互相看不顺眼，硬凑。所以你们一开始一定有经历过互相看不顺眼，还是你们现在就看不顺眼？还是你们心结到现在？难怪现在这个团体已经就解散了嘛？没有，你们是解散了还是单飞了还是怎么样？单飞不解散。单飞不解散。S.H.E 也说他们单飞不解散啊。因为当时其实也蛮单纯，就是合约问题。不是。那是什么问题？演员出国读书了，他去法国读书。多年。然后。哎，我遇到演员的次数还比你多哎。喝酒嘛，一定喝酒吧？对啊。因为你不喝酒。我觉得她躲得漂亮了，这招你也没办法说她。所以她出国读书那段，所以你们当初就是硬凑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同样的年纪，那其实老板都觉得，哎，这2个都是潜力新人。可是才13、14岁，好像就有点单薄，对，太单薄了。所以当我一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老板们的那个画面就出来，哎，2个一起的话，好像就又有话题，史上最年轻嘛，对，然后又当时很流行女子团体啊，然后就被凑在一起。所以你们是 S.H.E 之后。后一点点。那一段时期就是我还没出道之前，所以你也算是我的前辈，因为我是从小听你的歌长大的。你没有听过我的歌，你不要装。我是真的没听过。我的 TA 又不是你，然后你怎么可能？我有看过你的电视剧啊，就那个《天国的阶梯》嘛。我没有演。是紫金之巅。像我们就是因为团体嘛，所以真的人家有时候分不出来，尤其是刚出道的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。对，然后因为太嗨，所以观众就是看到你
可能就已经冲上来了，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小事啊，但我印象很深，因为我也觉得我很冤枉，因为通常你认出我，我觉得是大方承认，对，这有什么不承认？人家认识你，我们开心都来不及。然后他就跑过来说：“你是演员对不对？”然后我就说。一下子也说，因为他也没说我是不是 Sweetie 啊，因为他说你是 Sweetie 的爷爷，我可能还说算了啦，是，就至少你讲对了一半嘛。然后他就说你是演员对不对？哪个演员呐？我说不是。你是言承旭哈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哪个演呐？我的 partner 嘛。然后我就说我不是。然后呢，他就这样在我旁边继续徘徊，因为他觉得你一定是啊。然后后来就看到其他人就是来。认出我，然后我就承认了，或是跟他拍照，然后他就走过来就跟我说：“你就是明星啊，根本不承认。”这么凶，我就觉得很冤枉，就是因为你问我是不是演员，我一下也答不出来。他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是明星。”这样讲，真的。我之前有看，我说到这个，我之前有看一个节目，还有一个主持人就说他就是。刚工作结束，走在路上准备回家，然后他因为你知道我们艺人就会穿一些，比如说打歌服啊，然后他就说哇，就是有路人看到他说，穿这样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明星，对。我还有过一次也超猛的。然后还没讲完，你先讲。我再讲完。所以我为了避免这样子呢，我就以后就穿短裤跟夹脚拖鞋下楼去买东西。然后结果有一次被狗仔拍到，然后我的经纪人就彻底严禁我穿夹脚拖鞋，因为我就是睡眼惺忪，然后那个脚趾还这样子翘起来，比个在下面上比个赞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有没有那个叫什么酒醉浮肿？应该有一点。应该是蛮浮肿的。如果脸是好看，就算了，他不会那么反感。对，他想说哇赞哦，大拇哥赞。然后但是脸是，然后头发是乱的。我们第一集除了要做菜之外呢，你成为我们第2季的嘉宾，是重量级嘉宾。我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第一个，所以你应该要有所表示。你知道之前有些人会自己送，因为知道我喜欢喝酒，所以送我酒。然后像什么伟宁还会送花，然后比如说有人要宣传他的专辑，会送专辑啊。我们好歹也是一个就是前辈。不是，我们。但在我前面就不是，你才是前辈。我们好歹没碰到不是前辈的吧？是前辈的吧？是前辈，现在是不是不容易碰到前辈了？就是说没有啊。我们节目历史以来，你就跟桃子姐一样，都是我的前辈。对啊，唯一桃子姐，还有心如心如姐真的是前辈。还 A 啦，前辈。我也希望信前辈。前面还有很多人，好多前辈。好可怕！不要大家都叫我们前辈，很可怕。你不要打乱我的节奏。好歹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一个正经800的一个知性节目，所以你应该也是就是要表现一下。有，想说哥也是出道了这么久，应该也是疲累。我略懂。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些这个充满童趣的家居小物，希望可以疗愈您的身心。是要送我的意思吗？是的，来整组。哇，在你前面看起来好小哦。贵州，那么小啊。耶。这个是烤箱。不是，就是那个。这看起来超像烤箱的。那个扫地机器人。不是，它是可以变成扫地机器人。没错，它将会化身为扫地机器人。这一次是童趣生活，然后这一次我们也是一样，消费满200块的时候，你太势利了。不是，太势利。太单刀直入了，我以为太势利，这样观众会不舒服。观众会不舒服，他接收到你的讯号，他会不舒服。我就是来卖东西。不是，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朋友，所以你要来宣传什么演唱会、宣传任何活动什么，你要宣传你代言的东西完全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完整的就让你好好宣传。这就是你代言的活动。好，来说，主要就是当然今天你要先跟大家讲说你讲这些是代言什么？你刚刚这是什么？直接换点数干嘛？观众会突然接受不了。
他们不像我们在这边有喝酒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家压力很大，他们只是纯粹看一个 YouTube， 想要放松一下。你这样突然这样子，他们会不舒服。这一次的屈臣氏活动，没错，有特别要跟大家介绍。太失利了，我检讨一下。不会失利，不会失利。我们先不说什么几百几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说产品，好不好？这次的题目也先不说，我们先说产品。好，太势利是不是？好，先这个是送你，我们一人一个。这是不锈钢杯，改了。哎，这样我们喝酒这个可以？哎，我酒嘞？这是大口随身杯。我还是得说这是5点加99元。讲不是啊，我不要心虚，不要心虚，你的心虚观众会感受得到。我怕你又觉得我太势利。就名正言顺，在我们正经800的知性节目里面，好好的说你代言的，要卖什么？对你代言的东西，双层不锈钢。你不是要卖这个吧？你要告诉大家怎么获得这个啊？怎么会？我讲完啦？还是找我代言好了啊？你不讲我讲哦。来，我讲。你讲，我讲完了，5点加99啦。这是最轻巧可以入手的第一个极点赠品。OK， 你已经喝酒了。我空杯。继续。再来是，上次有讲到，再补充一次，这是我拍广告是跟那个无神之地不下雨的一个小童星哦。小爱玉，对，超级可爱的，超级可爱，无神的，我们下一集再聊。我们现在专心把屈臣氏活动给我讲完。来，从这里开始，好，开始。都要绒毛袋，嘿，姐，好，1、2、3，跳。这个是都要绒毛袋，然后这个是小爱玉的最爱，8点加199元就可以加购了。那再下来是这个。随你做折叠垫，还是既然你都当过模特，你就帮我们展示一下。对，你要走 T 台啊？我告诉你，模特不是只有 T 台可以走。那还有什么形式？我们有橱窗型的，或有定点式的啊。你想象一下，现在怎么样比较对？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8点加399元，是一个复古造型，然后可以折叠的，你会用吗？会，因为我手比较不巧。这里有个卡榫。因为上次你有学吗？对，上次有要吊带锤。然后你上次还说这个可以打人，打人，你在家都是拿这个打人用的。没错，而且上次你还有说这很方便收纳，就是可以这样子塞进去，塞到门缝里面。没错 ，OK， 我们上集有百度。再来产品都很熟悉啊。对。上次讲最久的大声唱麦克风来了，然后这也是熊大跟莎莉。先说这是8点加上699元加购，然后是蓝牙无线，然后它当然就是可以欢唱喽，然后它是有变声功能，超酷。对，这个来变个声嘛，因为这功能真的很多。想让 OK， 太久没用，问怎么用？点2下是不是？点2下。不是几天前才录过吗？你也健忘成这样？是叫我要抛掉所有第一集录的？好，抛掉，忘掉。来，我们当做第一次录来。总而言之，它可以当手机自拍，可以到广播模式，然后可以再按一下就会到伴唱模式。好高级，伴唱模式来了，等一下。非常 international， 你看它的语音功能都是英文的。怎么突然变成这种歌？这是什么歌？应该是母语。对，没有语吗？因为跟上次一样。没有版权问题吗？有版权我们会剪掉。来唱。嘿。喂。哦，它是扩音在这哎。对，所以它也是个小喇叭啦，对。也可以当那个扩音器。对。喂，大家好，来，欢迎来到台湾腔的不专业厨房。你是台湾腔？闽南语叫台湾腔。这可以这么大声哦？好，那是因为我你声音大，对啊。好，那它还可以切换那个啦。喂，嘿，你可以变成小朋友。欢迎来到台湾腔正经正常。无正常。无。你们是什么啊？虾米拢无啦，随便啦。
无出头，无土黄，耶！赌房，赌房，这是男生的吗？对，然后还可以换成女生，这是女生吗？我来听。小孩啊，总之有大3段。家好，我是郑元畅，地湾球，欢迎来到台湾腔，无正经赌吧。怕婆，这个超酷的哎！如果对啊，这个超酷的，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啊，对聚会，因为它是不用线的嘛。炒热气氛非常好用。露营什么都可以带。又来了，说要讲短一点，完全没有短。好，来，这次的是重头戏呢，就是为什么它是重头戏？因为你知道，等一下，这个还有附一个精美的那这样可个爱，对，盒子，对，这盒菜比较贵。好，这个呢，为什么说比较夸张？因为很少极简正品会做到这么大，对，以及这么认真的一个家电，就是泡一泡泡脚机是8点加999。它里面有滚轮是吧？是的，它是可以按摩的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遥控器，然后它是可以控温，所以它是来真的。我要试一下，因为我想说不要试，我们就调画面出来看掉。还是要认真一下。你很勤奋。不是因为我的脚很大，所以如果像我这么高个儿、脚这么大的人，到底能不能放得进去，还放不进去？对，可以。就我试过是真的可以，只是没办法往前这样撸啦。它只没办法这样撸来撸去，对。可是里面有按摩功能嘛，所以其实它到时候电动它会发泡对耶。里面是有。你刚刚有说它是气泡按摩，对。然后它是除了有很可爱的盖子，这样收纳也很漂亮之外，它可以收纳，嘿，它就可以完美的变身成扫地机器人。屈臣氏同乐趣生活 Mini Run and Friends 的集点活动，只要消费200元就可以加赠1点。然后刚刚就是把其他每个商品都讲得很清楚喽，大家手到哦。9月23到12月1号，讲完了。他正经嘞，我们虽然是不正经，不是，我们是。你看吧。你知道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不要随随便便帮我们的那个节目改名，好不好？我们是有智慧才上去。是寓教娱乐知性的节目。对，不正常啊，不。我告诉你，记不起来啊。这个罪魁祸首是瑶瑶，她先传给你经纪人，然后瑶瑶直接传给我，然后我就传给我经纪人，然后我全公司就在说不正经，是不正经，不正常，哪里不正常啊？很顺口。是他取的，罪魁祸首在那边，不正常，所以我们就叫不可能、不正常、不负责任跟不专业。看最后才想起来自己真正的名字。好，我们今天法式马卡龙在就是聊天聊了大概1个小时了。话真的很多。对，对不起，我话也很多。没差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谈话性节目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是要，因为我们第2季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我们希望就是把整季的定调，所以我们可以整集就是好好的聊天。好，因为毕竟我们跟了解你那个节目是同一个 talk。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来蹭我呢？我们就是不同类型的。就蹭一下热度不行啊。人家别的 YouTuber 都在互相合作，我们2个频道可不可以互相？演艺圈加油啊！我们2个频道可不可以互相帮助一下 ？OK， 好不好？听说你当老板啊，开店是吧？我在这里公布吗？对啦，其实也算我是低调的。不能公布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蛮……我们把它剪掉了。低调。不能用我们就不要聊啦。不是啦，但是就是我一直都蛮可以聊吧？低调，可以啦，可以聊。店名叫绿咖。我希望他有他自己的粉丝。然后我当然也是跟我的 partner 们一起辅助这个绿色植物的概念。我其实在推动一个，就是把绿色植物带进你的生活和精神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。你不是要来吗？我要去啊，而且离我家很近。对，就是中间就没有。现在有慢慢开始准备要。但就是限人数。你的那个，而且乔那时候在拍戏的时候跟我讲说，他们咖啡店的经营理念，我觉得非常棒。你有在听哦？不是，
你终于拿了一杯酒，我以为我告诉你，拍戏的时候我没喝酒，好不好？是拍戏的时候吗？你是在拍戏现场跟我，不是你是在拍戏现场跟我讲的。哦，那我也算很会挑时间，挑你清醒的时候。不是，他那时候是跟我说，他为什么会取绿咖，然后因为绿色植物给大家觉得的感觉很像就是配角，都是花朵的旁边的一个陪衬的那种感觉。你看我是不是有认真在听？继续换你。哦，好，我把它讲完。但因为他讲这个，就代表他有听到我讲。我有听到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形容曾之乔这个人，就是像我们有时候面试一些新人，不论是助理啊或品牌，他们都会形容曾之乔很长，前面3个形容词里就会出现一个自信，很有信心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哇，就是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给别人这种形象？因为其实我不会说我是一个特别有信心的人，因为我也有很多我觉得做的还不是很好的地方，对啊。然后我对我自己又严格，所以我当然也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候。可是我觉得，当我接受了，我可能不是那种艳丽型的漂亮，或是第一眼大家就觉得哇，那个人好亮眼，因为演艺圈有太多这样的人了，你就是这样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确定？我有点听不太懂你刚刚在说什么。属于就是你怎么可能？演艺圈你不是那种一站出来大家就会先看你的人吗？比如说一排演员这样。你也是啊。我以前不是啊。那我以前也不是啊。你怎么可能以前不是？你以前就那么亮眼了哎。我只是个子高而已啊。那就是啊。就你是有那种明星气很强的人。你也是啊。我一开始真的不是哎。你是偶像团体出道的哎。我以前在刘品言旁边，你还演的是偶像剧出道的哎。我以前在刘品言旁边，我真的是会被隐形哎，就是。不会啊。真的吗？好，天国。对啊，像你拍的那个《天国阶梯》就很好看啊。王心凌买的。但那是《天国嫁衣》。王心凌演的是《天国嫁衣》。对，韩剧啊。哦，真的啊，所以演员到底演的什么啊？西街少年啦。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不要管我，你真的不用管我，你要把这里当作是你自己的家。举手发问。好，请说。傅孟博算不算没有特定节奏的演员？别呀，脸僵哦，脸僵了，抓到了，好好讲。来，跟我讲谁这样？私下。谁？真的私下啦。不行，我就把它剪掉。私下啦。谁？我没听到是谁啊？他们。我私下跟